这位啊，你也得管他叫一声大哥。你水仙嫂子8年前离开了老家，在广州流浪了2年，差点被人贩子卖到了青楼。后来就是这位大哥把他给救了，不但给他治病就医，还一直照顾他。后来他们俩啊，就结为了夫妻。所以说呢，你今天也得管他叫一声大哥。水仙跟我提起过你，说你当年偷偷把他拉到村外，给了他银元，送他上的路，对吧？来，我敬你一碗。那个，我这一下子没搞明白。啊！哦，我明白了，我得跟你叫姐夫吧？对了，姐夫。那个水仙姐，姐夫，我敬你们俩。好。今天真是，这酒喝的，什么事儿都云开雾散了。来，我再接着给你介绍啊。这位啊，是谭先生。哦，谭先生。旁边这位呢，是张女士。对，女士，张女士。啊，这位是中央军的陈长官。陈长官，其他的都是我们的伙计。好，我们一起结伴做买卖，路过你的这个黄鱼落马沟。那既然这样，欢迎各位来我涵洞做客。我敬大伙一碗。来，谢谢军长，谢谢军长。那个，这火锅都开了啊，大伙别客气，赶紧动筷子。咱们山里边没什么好吃的，全是野味儿，都别客气啊。好，这是难得好吃的玩意儿，不吃，水家请。来这馅儿。哟，状元回来了。刚才山里响了一枪，怎么回事？啊，一点误会。哎，军部来客人了。客人啊？什么客人？不是红军吗？怎么还做起买卖来了？还跟那个中央军的人一起？兄弟啊，我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中央军的买卖啊。来，耀武，我敬你一碗。行，来。记错了，要唱的不是我。耀文，哎呦，耀文啊，这些都是雷武龙做生意的朋友，今天正好路过咱们黄鱼落马沟，哎，让我给碰上了。雷武龙你还记得吧？耀文兄弟，你好啊。雷武龙，多年不见呐。是。5年前在我家祠堂见过。哎，这事儿已经说完了。不会吧？我都有10年没踏进过你们家门槛了，怎么会5年前在你们家祠堂见过我呢？不但在祠堂，还杀了我爹，墙上还有你留下的血字。好，既然你今天非咬着我杀了你爹，那我们就好好论道论道。我问你，你爹死的那天晚上，除了你之外，还有谁在现场？还有谁在这？还有佣人，佣人吴妈。吴妈不是半年前已经……我是怎么杀的你爹？用你的大刀砍的，大刀砍的。
我杀你爹之前说什么了吗？没说。啊，不对，说了。说什么了？你说今天我要杀富济贫，把你那个装宝石的皮箱子交出来，交出来我就不杀你。后来，是吗？你爹还有一个装宝石的皮箱，那后来他交出来了吗？他老人家以为交了你就不杀他了。可是那个皮箱他藏哪儿了呢？井里。你们取出来，就把他杀了。雷武龙，你真是狠呐！当时你在哪儿呢？我他妈井里。当时把箱子从井里取出来的时候，怎么没把你一起取出来呢？你狡辩什么？5年来我一直在找你，今天我要替父报仇。来人，到！把他给我拉进去砍了！不是，老胡，刚才不是刚绑过吗？什么刚绑过？现在马上！是，来人，等等！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把这里给我看住，任何人不得出来。他这哥哥可不是个善茬啊！家伙还是那么生气，今天一定把他就地正法喽！我也得把仇报了，也了了桩心事。耀武刚刚说，何耀文一大早就下山去拜访张喜寿了。我想起来了，这个人找过我，要去贵系收编他们。我当时没见他。你们贵系经常收编这种队伍啊？你们中央军不也是如此吗？我不太清楚。爹不是雷武龙杀的。不是他杀的，是谁杀的？我亲眼看见是他杀的，能有错？兴许你看错了。雷武龙当年大字都不识，自己名字也不会写，怎么往墙上写字？是。更何况那晚，雷武龙正带着红军打镇上的保安团，他有时间去咱家吗？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哎，不会呀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看来雷武龙杀咱爹的证据不足。咱们也算是正人君子，不能冤枉人家。你说呢？那不是他，那会是谁呢？总不会有两人长得一模一样吧？现在不要想这些了，先把客人照顾好吧。哎，那帮子都是什么人呢？现在肖少白和张喜寿搅在了一起，这个侯耀文又去了吕布，非同寻常。我估计他们会让各个山头的民团、保安队和一些护卫军加强对你们的防范，包括我，现在也是被缉拿的对象。静贤分析的对啊，此地不能久留。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哎，他们正是张司令要找的人，里边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央军的长官？是啊，姓陈。对了，对了，陈俊言，他们是共军小分队。10天前，这帮人劫持了这位陈俊言特使，随即中央军特派家将营入桂追查。前天在食堂得而复失。张喜寿司令一大早把我叫去，就是为了和营救部队的肖队长接洽，共同寻找这帮人。太好了。不对，哪不对？这个中央军的陈长官好像不是被劫持的。
没捆没绑的，而且从言谈举止上看，他好像跟你说这帮人是一伙的。何耀文回来之前，我还闪过一个念头，想在时机成熟的时候，跟耀武提出来，让他协助我们过江。现在如果何耀文真的是跟张希寿勾搭在一起的话，恐怕这个想法就很难实现了。先不管这些，中央军的肖队长说了，只要能抓住这帮共军，武器装备可以大量的无偿的拨给我们，用这些武器装备再武装个100-200人没问题。那我们就是500-600人了。那时候就用不着舔着脸让别人收编了。这样，我们先好吃好喝的伺候着，等他们酒醉饭饱，趁机一举拿下，然后往中央军那里一送。回来的时候，这还多取点人，要不然这么多武器装备没法拿回来呀。怎么样？我选派。我说过，我不与国民党为伍，我也没想过让谁收编。我们不是要与谁为伍，让谁收编，是利用这次机会壮大自己，然后我们收编别人。那也不能用别人的血来壮大自己。只要能壮大自己，管他用谁的血呢？更何况那个雷武龙还是杀我们爹的仇人。没有证据，不能算仇人。好，就当他没杀我们爹。他是共军吧？他是红军吧？杀不了贵军、中央军，我们杀共军总是应该的吧？我也说过，我不与红军作对。你谁都不作对，那搞什么护卫军呢？我搞护卫军是为了不受别人欺负，而不是欺负别人。你怎么才能不受欺负？只有壮大了自己，才能不受欺负。兄弟，现在先不管跟谁合作，不管跟谁作对，只要能有利于我们的事情，我们就干。那就不要良心了。人他妈都不做了，要什么良心呢？只要能成事，人都可以先不做。你别再说其他道理了，现在的道理就是一切为了壮大。我去布置。站着！我是护卫军军长，这儿我说了算。这个何耀文啊，终于给了我们个惊喜啊！共军10人，陈俊元在其中。你看，黄鱼落马沟10余洞。全体出动，立刻包围黄鱼落马沟山寨。张希寿和中央军的营救部队已经对他们所掌控的民船、保安船，还有护卫队下达了一支围剿一支红军小分队的部署，当然，也包括我的护卫队。你的护卫军也在他们掌控之中？你还不了解我，我哪会被他们掌控？他们给耀文开出了条件，说如果能抓住这支小分队，就能换取大量的武器装备。哎。多少武器装备啊？承诺是差不多100-200人吧。嚯，大买卖啊，可以装备一个营了。所以何耀文很兴奋，他认定你们就是这支红军小分队，因为你们跟描述的一样，中间还有一位中央军的长官。尽管雷武龙和何耀武兵势前嫌，小分队身处护卫军的辖区之内，处境还算安全。但是危险从未远离他们。何耀文贼心不死，萧少白依旧虎视眈眈。耀武啊，没错，我们就是他们要找的那支小分队。
那个中央军的军官，就是南京特使陈俊彦。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渡过湘江，去湖南的通道。那就别磨蹭了，你叫上你的人，我派人带你们走小路。这会儿估计大路已经封了。要不，你真舍得那些武器装备啊？那又怎么样？你可以把我们都抓起来送给中央军啊！那你舍得？我要是把你的人动了，你不把我这11洞炸个底朝天啊？快走吧！快下来！快点，站住！现在各个山头的把头都严阵以待，各个山口要道也被贵军和中央军把守，他们就是插翅也到不了湘江边。我们做到仁至义尽就行了。问题是人家扣住了，那好处就是人家的了，我们白白错过了一笔好买卖。再好的买卖，也不能不顾亲情，昧着良心。今天这个乱世，有枪就是草头王。只要对我有利，管他什么良心和亲情。所以你为了得到爹的宝石箱子，不顾亲情和良心，亲手杀了爹，还嫁祸于人。你疯了！我杀了爹？你干得出来？你怎么能胡言乱语呢？我胡言乱语？你之前说你自己在家，今天说吴妈也在。吴妈都走半年多了，她怎么会在？爹是有一个装宝石的箱子，这事儿我都不知道，雷武龙怎么会知道？你说你当时藏在井里，雷武龙说的对，怎么取宝石的时候没把你取出来呢？你前言不搭后语的说我胡言乱语。我今天和武龙哥还有嫂子说了，我何耀武糊涂了5年，今天这个心结我终于解开了。现在我脑袋清醒，眼睛看得清，谁他妈也甭想蒙我！不是弟弟，你给我好好想想，想清楚，你告诉我，你是怎么杀的爹？然后我再好好想清楚，想明白了，兴许我不杀你。要是想不明白，我给你2条路。第一条，你从这儿跳下去，我不想亲手沾上亲哥的血。第二条，亲手劈了你。这么快就想好了？弟弟，我是你亲哥啊，弟弟！不是我亲哥，我早崩死你了！
车！长官在前面。不会是何耀武的计谋，把我们弄下山来挨打吧？这个王八蛋，弄了半天给咱们吃这山珍野味儿，这是行前大餐呢！这是都什么时候了？你俩闭嘴！特务连深入到他们后面了吗？电话线还没连上，让他们赶紧连。他们已经在路上了。向导说往回走400米还有条路可以下到沟底。你带台中的，咱们先过去。走啊！撤！妈的，看白狗子这个火力，怕是还有炮吧？实在不行就往山上撤。飞战往往，据险而击，易守难攻，利用地势阻击效果会好一些。这样会连累何耀武的，徐玉栋会成为攻击目标的。迫击炮到位没有？到位一部分。到位几门开几门。抓紧到位。站。是，快走！跟我走！上！快上！老虎，哎，扔土雷！好嘞。迫击炮到位，开炮！开炮！预备！放！我好像看见里边有副筒。副筒？你看清楚了吗？穿着长衫闪了一下，后来就上去了。这个副筒。我在石塘镇没抓住你，我要让你在这儿粉身碎骨。陆联已经在共军后面发动进攻。好，命令部队整体前移，往前冲！整体部队往前移。
腹背受敌呀！不用拿枪指着我，这会儿你就是叫我跑，我也不会跑开。下沟的小路在树林那边，我们过不去了。旁边这条小路通往哪儿呢？那是回落马沟11洞的路。我们只能往下冲了。一会儿后面的敌人上来以后，我们没有能力对付两边夹击啊！我知道你不愿意上山，是怕连累何耀武，但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，其他的路都是死路。雷营长，后边的敌人追过来了！你们俩跟我来！就没有别的下山的路了吗？没有了，只有上山的一条路了。五龙，现在是三面受敌，可以考虑让岳林带着陈俊言上山去。谭主任，你带水仙和陈俊言上山。孙磊，把他们带过来。是，走。你带着向导把谭主任、还有军言，还有水仙送上山去，务必告诉何耀武，把他们保护起来。是，走，快！掩护他们上山，让手榴弹！上山，让他们再打会儿，然后趁机再下山。撤！快！哎，哥来了。韩先生，让我真不想连累你，只希望帮我们两个人保护一下。先生别说了，赶快带谭仁英上山。好，谭先生跟我走吧。走了，快。可是吴龙他们还在后面呢。我知道，没事。跟我快。报告队长，我们已经击毙了2名共军，其他的人估计都已经逃到前面树林里去了。你放心吧，这一次他们跑不了了。白营长他们会把他们给堵回来的。你就保证他们不会上山？嗯，这很有可能。耀武，哥，嫂子已经上山了，跟我走。走，都盯着点，任何人不许上山。是。快点。这里应该是何耀文、护卫军的防地了。继续朝树林里追击，把他们逼到护卫军11洞的脚下，形成3面围攻。是。
开！是，过来！局长，都安置在洞里了。行，让兄弟们进入阵地，没有我命令不许开枪。是，来，洞口走。队长，夫人都安排好了，没事。谢谢。好，你们那边。 石玉洞就成为了被攻击的目标了。当年我爹欠你们家的，你就当我替父赎罪吧。我的枪也是你教的，我想现在应该跟你练的差不多了，一会儿比比。 把枪给我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俘虏。这是在打仗。我和你一样是被他们攻击的对象。现在这里是山洞，没有他们。你无理取闹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把枪给我。 你为什么一枪不把我这个俘虏给崩了？要依我，我早把你崩了。再来，来呀！你以为老子不敢崩了你啊？不敢啊！啊！开枪啊！我真敢了！开！把枪放下！我告诉你，陈俊言，不杀俘虏是不杀投降的俘虏。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身份。为了你，我们已经死了2个人了，凭什么？把他给我拉出去！凭什么我们要为你枪林弹雨挡子弹啊？ 凭什么我们的命就没你值钱吗？陈俊言，我告诉你，以后再有枪林弹雨的时候，老子不伺候你了。放开！他们已经跑不回去了，冲啊！兄弟们，我他娘的，给我顶住了！我们的任务从他们身后开枪了，把他们打回树林！队长，保密进高位，对着这给我开炮！ 他们哪来的炮啊？再打一会儿，他们就明白了，就会冲着石玉洞来了。来吧，想上来也不容易。我这工事啊，1年前经历过攻击，打了2天都没上来。是护卫军或者民团吧？一个保安队要吞我的石玉洞。这回可是正规部队啊，还是小心点吧。走着瞧吧，反正得让他们吃点亏。 军长，你们有迫击炮是吧？好像上午放了一炮。有啊，不过就1个，炮弹不少。要我，老火可是炮手啊，不用支架，指哪打哪啊！真的假的呀？哎，把迫击炮给他。好，走。谢谢。枪声停了。你们长眼睛都是干什么用的？共军1个没抓着，自己人倒撂倒10几个。你们干嘛不索性直接缴械投降，顺便把共军的军饷也给发了？啊！老子把嗓子都喊哑了，还是不停的打。有嘴的不长眼，有眼的没嘴了。
老子他妈找谁说理去啊？我的妈了，都他妈是混蛋！他妈是混蛋！怎么样，老伙啊？使过吗？都差不多。哎，这项可是你的专用武器了，别掉链子啊！嗨，俺什么事不跟你们说了。我有点疑惑，他们怎么这么快知道我们在黄鱼落马沟？报告，军长电报。哟，你们这儿还有电台啊？那当然了，装备1年了。专员呢？没见着，给我找出来。是。怎么了？这个丧家犬！速配合3面夹击共军于黄鱼落马沟山下消。何耀文干的？肯定是他回来看到你们了，所以发的这个电报告密。共军在哪儿呢？共军在哪儿呢？他总不能上天，总不能入地吧？啊！你说，你说，啊！说啊，共军上不了天，也入不了地，他们是上山了。山上有护卫军，他们怎么上去的？那我电报发了吗？发了，发了。队长，他们这边要是刚上来的话，那我头一波遭遇的就是共军。那我火力已经把他们压制住，马上就到地方了。这突然遭到迫击炮的袭击，他们哪来的迫击炮呢？迫击炮，一定是山上的护卫军。他们看底下打起来了，也想凑热闹。这帮乌合之众哪打得准炮啊？这可撂倒了咱们不少的弟兄。通知下去。给他们所有的武器装备减半，实在不成，就把他们的10余洞给端了。军长，全都找遍了，不见专员，黄山也没见着。我一直在洞口外，我也没有发现黄山还有专员出来啊！继续找。是。老人家，放开我！我找肖队长。是何耀文。让他过来。你的人呢？在山上。你一个人下来干什么？把你的护卫军给拉下来呀！出事了，共军溜退到10余洞去了，我好容易才逃下来的。你把共军给我抓起来，你逃什么呀？你的护卫军不会就是你一个人吧？一言难尽呐，他们控制我们这要害部门呐。要害部门？啊，跟我说，你们军哪个部门是要害部门？军部。你弟弟不就是军长吗？就是他被控制了呀！哎，怪不得发了电报没有回音呢。明了，封锁10余洞山头，把网给我拉大点，封锁所有下山路径。是。快点啊！军长，都准备好了。其他山头呢？有30多个人。哥，你们都是正规军，打阵内战的行家，给咱指点一下。没有，工时太紧了，缺少层次。敌人炮击的时候，部队就应该在后面坚固的战壕里待命。炮火一停，迅速进入一线阵地。现在我们这个地方，就是你的一线阵地。缺乏的是后面坚固的待命地。我们这后边尤其是个山洞，等敌人轰炸的时候，我们就躲进去，再回来也就几分钟。这是不是就是他说那意思啊？你的这个小山洞啊，比他说的坚固战壕作为待命地还要好。即便是敌人攻占了一线阵地，还可以退回去，以小山洞作为掩护，找时机进行反攻，更加有优势。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利用自然环境来制定战术是阵地战中的一种。自然环境加上有力的改造，有的时候会比人为的设计更加实用，甚至会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听见没有？
这就是黄埔出来的。张连长加上他的丰富战斗经验，那是文武相加，一个顶仨呀。张连长黄埔几期的？武昌分校首批。哟，了不得！这要是在贵系或者中央军，你这学历起码是个团长啊。在我们红军啊，很多排级都还上过黄埔。革命军人重在革命。革命。队长，中央军。出来。人来。